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孔，22岁，来自山东学生；女嘉宾小孙，24岁，来自河南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男朋友，你是他的初恋？对。啊，你是初恋吗？我不是。前男朋友是为什么分开的？前男友也是因为就感觉不够关心我。初恋哈，喜不喜欢？喜欢啊。现在人家嫌你不关心，今天来干嘛？就是我觉得我和我女朋友之间也大，总是说要和我分手啊，然后我就今天想通过咱们节目来沟通一下。要不关心你要分手是吧？就是说他追我的时候跟现在的这个前后的差距，就是让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就是对我没有那么好了。哦，行吧，那你就开始诉苦吧。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嘛，就是之前追我的时候，如果我给他发一句话，然后他可能会回个10来句，就是你这边要是回慢一点，他就会问你啊，你是在忙吗？是怎么了之类的。但是现在就是你给他发一句，然后他可能半天才回。就更可气的就是他给我发一句话，我给他秒回，然后他这边就不理我了。其实也不是一直不理他，就过年回家的时候，特别父母啊和那些家里长辈们说说话呀什么的，所以聊天就少了，回的就慢。你也不是说单纯回的慢的一个原因呀。以前你给他发个什么事儿，他就非常上心，然后现在他就是对你说的这个事儿，他完全就不上心。就比方说我比较喜欢养小动物啊。不是你上了大学你养小动物啊？你可以养仓鼠啊什么的就行。哦，就是因为养小动物老是养死。哎呀，咱别养了行吗？就老养死，然后呢？但是我又特别想养然后过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只乌龟嘛，因为那个乌龟它就是可能乌龟可不太容易死啊。我也这么想的，但是没过几天它就死了。水龟、陆龟啊？就那巴西龟，就街上买的那种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说我的小乌龟死了，我就特别伤心，因为好不容易养了一个东西又死了，然后他就给你回了一个那你别伤心，就没了。那你希望怎么说呢？最起码你得打个电话吧，你得安慰安慰我啊，你最起码你得让我就是分散一下注意力，别老想那乌龟。对，你应该说在什么地方要把它埋了。你去的时候我会给你快递一束花，你捧着它，还要在小龟龟的墓前鞠个躬，这个就行是吧？这不电视剧吗？这不就别伤心不就完了吗？那还能怎么着啊？不是，你看哪个女生肯定我跟她说，你肯定要多关心我一下，你最起码给我打个电话聊一聊啊，你就是聊一聊啊，舒缓一下，说点其他的事，打岔，是吧？就老是养死东西就特别难受。像以前刚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哪怕就是说，我今天走路的时候脚疼了一下，你可能都会就是关心你半天。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小乌龟就是，我觉得他很伤心嘛，然后就跟他说别伤心了，就是想着如果有空我们俩一块出去逛街的话，再买一只送给他。你看，我建议还是别买了，徒增烦恼事啊。除了这个没别的了吧？不对。小片里还说了，跟别的女人聊得特好，是跟别的女孩聊吗？是吗？对，就是他，就追我的时候就特别用心，我感觉这小伙子还挺好的。但是你说他大过年的跟那女孩发521的红包，啥意思啊？就是过年然后互相拜年来着然后那女孩给我发个520，然后我不大想收嘛，就给人发回去那种。那你就不收不就行了吗？就觉得不收不好啊，就聊着天呢，突然就不收了。他这个人其实平常有的时候挺浪漫的，我觉得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告诉那个女生，我爱你多一分。哦呦，是这么想的？不是这么想，是这意思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但是你看你从外人来说，你就觉得真的像对暗号没有那个想法，你就不应该收。你不知道只收爱的人的红包，只给爱的人发红包吗？只收爱的人的红包，只给爱的人发红包。对呀，而且他就是跟那个女生呢，也不是1次2次的，就是有一次我俩一块出去逛街玩，然后
他就在旁边跟人家聊天儿。是收红包那个女孩，就是那个女孩，她追了人家好长时间，没追上。然后转而追你的。追上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关键是他给人家聊天了，你知道吧？聊天。然后我说我要看。他不让我看。他非不让我看，然后我说那你这样我是很生气了。对。然后他还是不让我看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俩当时分手了。还分过手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他这样真的是很不顾及你感受，就很不懂事儿了就。对，这是后来怎么又好了呢？后来他就各种给你发消息，我当时就已经决定了，因为我前男友也是初恋嘛，就是感觉跟初恋谈恋爱可能还挺累的哈，他老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到分过手他就不再是初恋了是吧？他成长了这是这么想的吧？不是了，是你原谅他了？反正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人不行，就是不成熟，就对你就可能没那么好而且你还要就前男友也是初恋，他也是初恋，就老是这样，就好烦啊。就跟他分手，然后他就在那儿，就当时我走的时候，他就在宿舍门口就看着我，然后你受不了他对你深情的凝望，又跑了回去是吧？这特别文艺青年，没有。你注意他的描述全给你下套了。我就受不了他在宿舍门口。你就想那个场景吧。不是，然后我就回去了嘛，然后他就开始各种。你看就回去了吗？我就回宿舍了，我没有找他，因为我觉得人应该果断一点，就分手就分手，他确实不适合你。然后我回去之后，他就给我发消息，各种发，然后就忽然又舍不得了。后来又回去了呗。回去之后呢？后来就又好了。好了就好了呗。好了之后，但是事情还是很多你又干嘛了？你自己说。没他在意什么呀？他就是觉得我和那个女同学就是有。后来有没有再发消息啊？给那女生？就没有闲聊天什么的，就有时候会。那又干嘛了？就发一些可能学习上的事儿。他说什么是吧？我不一定相信呢，对吧？你看我们两个认识是因为那个选修课，然后我就是后来才知道他选那个选修课也是为了那个女孩选的，我就觉得就心里这事儿还一直挺不舒服的。实际上面就后来你们俩复合之后，他跟那个。他以前喜欢那个女生还保持着你认为比较密切的联系，是吧？我们俩就是基本上就在一起之后，然后他那个女孩跟他说什么，他也是就随叫随到那种感觉。他就是人家说，你要帮我取一下快递，他就帮人家取快递；要用电脑就去拿电脑。如果说普通的同学也没什么，你追人家追了那么长时间，然后你现在跟我在一起了，你又这个样，我肯定接受不了呀，是吧？是你干的吗？是有帮他取过快递，也拿电脑什么的。你帮他取快递拿电脑干嘛呀？就是我当时也有快递要取嘛，就一块儿就取。那女生没男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么难追？接着追啊！就我觉得我现在的女朋友更适合我。那你更喜欢谁呀？当然喜欢我现在的女朋友。这就行了。你看，感情好挑拨不掉的，感情不好才能挑拨得掉哈。除了这个，你还介意什么呀？就是说初恋这个事儿嘛，他就是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做事儿，他老觉得他自己做的挺好你就是真的是受不了他这种就是。他还做了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受不了？就有一次我俩出门他就指着他那朋友跟我说那个女生特别温柔，特别好。问大家，你能当着女朋友面夸其他女生吗？问你呢，能当着燕子的面夸左岩吗？可以啊。现在就夸！注意啊，我回去通知嫂子看电视。我觉得你跟我老婆都属于美女。你看看，表达准确。关键这一看就是老手来，接着说没事。你关键就是他怎么想的呀？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对，你说话。那我当时就觉得一块玩的话，然后夸一下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女性朋友，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随口说一下而已。我就没想那么多。我当时我就。忍着我就没说话，但是我心里一直就是别扭，我心里一直都挺烦的。你是不是现在特吃那个女孩的醋？
我不是那个女孩的错，我觉得那女孩还没我好看呢。啊！关键就是她不应该这么说，所以就说这种初恋的男孩就你跟他谈恋爱就特别累。你谈的真不是初恋啊！我说一句真相啊，可能你会很伤心啊。其实他的初恋是那个女孩，只不过那段恋情叫单相思的初恋。你是24是吧？你是22是吧？你们俩一级吗？我比他大一级。你比他大，你是马上要毕业了？对。毕业之后你有什么规划？我就是不确定呀。就毕业了，害怕了，恐慌了是吧？他喜欢那女生是不是还在学校里啊？他们俩同班的。这太危险了。你对未来有规划吗？你们俩的感情？我是想先成家再立业嘛。毕业就结婚？啊。你呢？毕业之后我不大敢结婚啊。谈过这事儿吗？就是跟他说过，他也没跟我说个什么准确的东西，所以我这个事儿，你看我毕业了，我肯定牵扯到要找工作，对不对？那我去哪里工作？我做什么工作啊？这些都会影响到以后的生活。他可能他想的就是说我经济问题怎么着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也得为我考虑一下，想一想是吧？考虑过吗？考虑过。咋想的？因为我刚毕业的话，我肯定工作也不怎么样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存款，没有车，没有房，我就不敢跟他结婚。我觉得我养活不了他。所以实际我听下来。是你已经暗示人家想嫁给人家呗，人家没接招呗，甚至人家拒绝了呗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也不是一定要嫁给他呀，不是你不就对，那不就嫁给他吗？我一毕业我就要结婚，跟谁结？不就跟他结吗？我只是说我想选择那么一条路，因为我可能这个人就是事业心也挺强的，我就觉得你这个工作完了，结完婚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好好去做你的事业了。那如果他拒绝了，你下一步是再找一个男朋友结婚是吧？不是，不会说就这样就为了结婚而结婚，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就也行，结婚也没什么。什么叫也行啊？你可别勉强自己。就是说，可能跟他结婚也还好，这么想的。好纠结哦，好难受哦，好不舍哦。来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想劝姑娘的就是，我总觉得你把恋爱谈成了偶像剧。就是你总想这段爱情这段感情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美好，然后我应该毕业就结婚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先成家后立业。可是当你即将步入社会了是吧？当你真正步入社会之后，你的生活将是另一番的景象，你的世界将会和现在完全不同。现在结婚成家对你来说为时尚早。还有一点，有一个观点也想告诉你的是，不要一直要求男生要像追自己的时候那样的一直用心，一直呵护你、疼爱你。当你希望他一直像这样追你的时候那样的用心下功夫的时候，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像他追你的时候那样持续释放女性魅力。对男生说的是，我愿意相信你是真的单纯，但是如果认认真真谈一段恋爱，就应该第一个顾虑到他的感受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而且你在追他的时候用了多少的心，在之后就要相应的增加。如果你递减的话，当然对方会觉得你不爱自己了。所以谈恋爱是要细水长流，不要洪水猛兽。好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谢谢珊娜老师。来，曲总。我觉得女孩是应该认真的审视一下自己以及这个恋情。你觉得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吗？还可以。错。你看养植物，养小动物，但最终都会养不活，因为你只追求说一开始养的那种喜悦，但是你并没有为自己这个选择负责。养小动物简单吗？说简单也简单，说不简单也难。因为你真是要精心的去学习，怎么能让它健康，怎么让它成长。但是呢，小动物过不久就死掉了，你悲伤，你此时不是说反省自己的问题，而是说，你应该在此时给我安抚，不是他没有成熟起来，而是你没有成熟起来。暂且不说他是否最爱的那个人是你，问题是你应该成熟的想一想自己的未来了。同样，对待这段恋情，我觉得你也不够认真。
因为你真正喜欢的应该是那个女生，一定是。只不过这个女生更适合你，骗不了人。你的感受给到她，给到你自己都是骗不了人的。所以你要认真的做对自己负责的事情，做出选择就要负责。在你觉得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时，就不要去选择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就这样。小孔哈，520和521都是我爱你这个意思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知道还发，就是像歌词里唱的一样，你和那个女生，你们俩2句歌词，你的这句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他的那句是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。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是，就像曲艺老师说的，你很喜欢那个女生，但是那个女生拿你当备胎，追嘛不答应你的，然后呢又让你去取快递拿电脑，她不好，她不喜欢你，你懂吗？所以你首先要在心理上对那样一份情感，我不叫感情，因为没开始，情感做一个断舍离，然后再真诚的和现在的这样的女朋友或者未来的女生去谈恋爱。反正我觉得那个女生对你不好，你自己去想。然后小孙，哭啥呀？别哭啦，年轻的时候有这样一份爱情，我觉得挺美好的，青涩懵懂，想让一个男人对你的好像他追你时候那样，不可能。激情过去就是平淡的生活和日子，你就是太年轻了，所以你没有这样的人生感受。如果想要爱情保鲜，所以才会有我们的这个爱情保鲜剂嘛，各位老师给到的一些方法。但很显然你现在还不会用，所以你把一切都想象得太过美好了。一直跟我们讲说啊，他是我的初恋，他没有经验不懂，前男友也是我的初恋，其实跟初恋没有关系，跟他的性格有关系。你看他那样傻傻的，所以如果你想让他像你想象的那个样子，你得教他。很多时候你说啊，我的小乌龟死了，他说哦，你别伤心了，你希望他给你打电话，你告诉他呀，你把他的电话打过去，你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，你给我打电话安慰安慰我，下次他就知道了，明白吗？聪明一点，不要每天就活在自己那个纠结的世界里面。然后2个人其实都是很单纯的人，不管未来怎样，我觉得好好享受这样的青春爱情就够了。祝福你们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你的眼泪为什么而流啊？哭自己不值，对吧？老培养别人的男朋友，既得不到他的心，又得不到他的关怀，现在更得不到他的未来。因为我个人觉得，其实自己在成长当中，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。你看你这人说话就弯弯绕，对于你就说话不够直接，知道吗？如果说现在你放肆的哭一场，跟这个男生说，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嫉妒那个女生，你的心有没有在我这儿停留过片刻？我现在我要走，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清晰的承诺。你从来都不直接说出来，就没有任何意义。是你自己装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，是你自己把自己想象成了初恋培训班，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想象。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个男生所发生的任何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。虽然他跟那个女生发什么520、521，我认为这个是一件很不妥的事情，但就诚如你所说，他很年轻。他第一次恋爱，你是他的初恋。如果你想要当一个男生的初恋，你就有义务去包容这一些。谁让你不是初恋？你别承担了这些东西，你又后悔说，我培养来培养去，别人培养成了别人的男朋友，所以没有必要哭。任何一段感情当分手的时候，你就只要记住跟他曾经美好过，那你也曾经享受过这份美好，就不要老想那些让人伤心的事情。只有当一种条件下，你们两人可能最后走在一起，就是你认为他是你的归宿，他也认为你是他的归宿。但现在他并不这么想，也许你只是他的驿站，好吧？没有必要老是憋着自己，轻松一点，分了就分了，对吧？一个女人谁还不帮别人培养几个男朋友啊？
很多东西都是自作自受，但同时我们也享受了美好。没有值或者是不值，只有你认真了或者是没认真而已。只要你认真了，就无悔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同意左岩老师说的一句话，那个女生不好，追了半天不跟你好，过春节的时候干嘛发个520啊？这不是撩人家吗？不理他，跟他分手了，也别找那个女生，那不行，对吧？咱把这话说清楚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亲爱的，我知道我做的其实是不够好，我也很难过，每次都会让你哭。但我爱的真的是你，我希望你能留下来。其实，就像我说的，我说人这一辈子其实能够相遇相爱不容易。但可能我都没有收拾好自己。你当初说要跟我在一块的时候，我就说我可能都不太，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，我不太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。也希望我们以后能够互相宽容吧。请回，谢谢啊。来，请关门，开门。